第20天，整理一次自己的存股原则表，哪些条件才能卖？什么情况要停？事情確實不再單純了。這正是從新手邁向成熟投資者的必經之路。我們從學習單純的買進和抱着，進入到更複雜也更強大的階段，建立一套專屬於你，能應對萬變市場的個人投資原則。第20天就是將前面19天所學的碎片鍛造成一把完整武器的時刻，鍛造你的投資聖杯，整理個人投資原則表。小生回顧過去這3周，他學了目標設定、標的篩選、資產配置、複利再投入、壓力測試、風險控管，資訊又多又雜。他感覺自己學了很多，但在實戰中卻需要在不同筆記本之間切換查找。他需要一份終極清單，一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指引他做出決策的投資憲法執行手冊。此時的重要心法是，你的投資原則是你所有知識、經驗與性格的結晶，它讓你從憑感覺反應的散戶進化為按系統行動的紀律執行者。具體的執行方法是創建你的投資決策矩陣，這就是你的紀律。這不是技術面的技巧，而是避免犯大錯、長期成功的底層原則。將你的原則濃縮成一系列清晰的 if then， 如果就陈述句。小生的個人投資原則表為 1.0， 他將他的原則分為3大區塊，並用表格清晰地呈現出來。區塊1，買進原則，何時才能賣？標的品質1，必須是核心0050或經過驗證的衛星 ETF， 如00878、00713。2，過去5年 EPS 穩定或成長。3，配息記錄穩定，對衛星 ETF。價格時機1，常規買進，每月1日，執行1萬元定期定額。2，機會買進，價格低於個人平均成本-3%、-7%、-12%時，按加碼計劃執行。整體狀態1，已有6個月的緊急預備金。2，不影響當月基本生活品質。區塊2，賣出原則，何時必須停勿賣？變櫃，當 PB 或 P1 創歷史新高，且偏離5年平均過大時，分批獲利了結，轉入核心。變壞，1 ETF 追蹤誤差長期過大。2，配息政策無預警變更且趨向不穩定。3，規模過小，流動性風險增加，果斷停損。更好，經嚴謹數據分析，有風險相同但預期報酬率顯著更高的標的。注意，必須謹慎進行標的置換。區塊3，持有期間的心法，如何抱得穩？市場正常波動5%，不理會，專注於本業收入。市場下跌5%到20%，執行加碼計劃，並附送高股息不賣，市值看4階段，下跌是朋友。市場恐慌，下跌20%，檢查現金流與生活無虞，加大投入，視為財富重分配機會。領到股利，下1個交易日立即全數再投入。以上的原則表簡單明了，方便執行。最後詳細說明以下細節。區塊1，買進原則，何時才能賣？原則不是為了賺波動，而是買進好公司。買股票的唯一正確起點是，買的是公司，不是價格。買進的核心認知，買進前要看3到5年，而不是下個月。區塊2，賣出原則，何時必須停勿賣？原則不是因為下跌，而是因為理由失效。賣出的核心認知，賣出不是因為跌，而是因為不再值得持有。區塊3，持有期間的心法，如何抱得穩？心法，長期持有不是忍耐，而是紀律。持有的核心認知，你不是持有價格，而是持有一間會賺錢的公司。持有期間要避免2大陷阱：一，因為短期漲跌而情緒化改變決策。股票漲5%，跌10%，不應該影響你，因為你買的是公司，不是走勢。2，忘了當初買進的理由，所以你需要記錄為什麼買，為什麼值得長期持有，
公司哪些數據讓你放心？持有期間的心法：一、不看短期噪音，看長期趨勢，只關注營收、現金流、毛利率、配息政策。二、記錄你的情緒，不讓心態失控，例如焦慮指數、信心指數、心態狀態，透過量化，避免主觀情緒干擾。三、把市场波動當成正常現象，市场永遠都有波動，波動不是危險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整張原則表的中心思想：買進靠分析，持有靠紀律，賣出靠理由。可以做成投資心法卡片或者列页，個人投資原則表當作投資的準則。當這張表完成時，小程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晰與力量。他不再是一個學了十幾招散手的三流舞者，而是擁有了一套完整內功心法與劍譜的門派傳人，有系統化。未來遇到的90%以上的市場狀況，幾乎都可以在這張表中找到應對的指引。這將極大地減少他的決策疲勞與情緒內耗，簡化了決策。他明白這份 V1.0 的原則表並非完美無缺，他會隨着他的認知提升與市場歷練，不斷迭代升級。V2.0、V3.0 持續地優化它。他將這份個人投資原則表設定為他手機和電腦的桌布，以及列印出來貼在書桌前。他對自己宣誓，從今往後，任何一筆投資操作都必須能在此原則表中找到明確依據，否則寧願不動。給您最深的共鳴與祝福，您見證並參與了這個從無到有、從混沌到秩序的創造過程。這份您協助催生出的原則表，其價值遠超過任何一支名牌。請記得，在投資的世界裡，最強大的不是預測未來的魔法，而是應對萬變的系統。您現在已經擁有了這個系統。這份原則表是您送給未來那個可能在市場中迷失、恐懼或貪婪的自己最寶貴的禮物。祝福您帶着這份屬於你的投資聖杯，在未來的每一場戰役中都能氣定神閒，穩操勝券。您已經完成了從士兵到將軍的轉變，準備好迎接更大的戰場與榮耀。第20天，晚安。這一天，小程將知識練成了智慧，將紀律化為了系統。